太初纪元，有神与白鹤，每10年现身一次。每逢他出世，世家豪门皆不惜九死一生，只为将他迎回。传说白鹤可起死回生，掌握天地气脉，得神与白鹤者得天下。京城刘家恭迎神女出世。神女与刘家的10年之期终于到了。老爷，这么多达官贵人来求神女出世，其中不乏世家门阀，咱们乔家不过是小门小户，这能成吗？我们别无退路啊！如今妖物盘踞乔家，灾祸连连，病死无数，只有神女白鹤能救我乔家于灭顶之灾。求神女出山，解我乔家之危。我乔家一定侍奉左右，不怠慢，分毫。神女难道被别家接走了？这天要亡我乔家呀！百条人命啊！天要亡我乔家呀！兰州，乔家。乔正，你已诚心叩首9999次，我已感受到你的真意。既如此，我便随你回去，护你乔家10年，一日不多，一日不少。时间一到，我便离去。谢神女救命大恩！谢神女救命大恩！乔家有妖兽进军，因此气力衰竭，几近加祸。神女救我！此妖乃天地所生，只能镇压变化。垂死挣扎。吾以紫砂遮目，蒙蔽天机，用吾10年炼化此妖。谢神女救命之恩！记住，若是你乔家敬我、信我，我自会护你们安然无恙；若有忘恩负义之心，当天打雷劈，福泽尽断。我乔家定不负神女恩情。若有过多人知道我在你乔家，必出祸端，对外便称我是你乔家养女。是。乔正信守承诺，未曾怠慢我分毫。10年前他去世后，让长子乔延周侍奉于我左右，而我泄露的一丝气运，也让乔家成长成为如今的豪门世家。后天便是10年之期，届时妖兽被彻底炼化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小姐里面请。玉柔，我的宝贝女儿，妈妈把你丢失了那么多年，终于把你找回来了。妈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你放心，以后妈妈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这位就是冒充了我的身份，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的假千金，白河吧？假千金，很有意思。不过我是你父亲请回来的，请回来的就不是假的了吗？雨柔，不得无礼。白小姐不是什么假千金，她是乔家的贵客。你妹妹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，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这衣服、首饰各顶各的豪华，她顶着我的头衔，竟然过得这么好，不行，我一定得把她赶走。妈，她的来历这么奇怪，该不会是……她不会是爸在外面生的孩子吧？什么？真是有点像老乔。你是怕露出全脸，被人看出来和我爸长得一模一样吧？张嘴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的手刚刚不受控制了。这眼纱是你父亲求我，我才戴上。你竟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诋毁你父亲私德。这一巴掌是我替你父亲教训。你不过是我乔家的寄生虫，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爸教训我？够了，不许你这么说白小姐。哥，我才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千金小姐。妈，哥都已经鬼迷心窍了，才不把这个狐妹子赶走，这乔家就要落在他的手里了。白河，我的女儿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你老实说，你和乔正是什么关系？愚蠢！妈，白小姐是乔家的恩人，是爸拿命换来的契属。这话倒是不假。那时候我病得快死了，他来看了我一眼，就突然间好了。可就算有再大的恩情，也不能骑到我头上。老乔对他这么殷勤，就算不是私生女，也早就动了别的心思。乔家可以兴盛，那是你们自己的功劳，和他能有什么关系？哥，你现在为了偏袒他，真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。到底谁才是乔家的女儿呀？当年老乔拼命换来的契属，有你这么个女儿在，怕是要毁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念在老乔的面子上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你，你倒好，还诅咒老乔。你走，我乔家不欢迎你。我可以走，只要你承担得起后果。只要你能承担得起我离开的后果。能有什么后果？就算你对我乔家有恩，这10年也早该还清了。严正，把他给我赶走。妈，把他赶走会出事的。你忘了爸临终前说的话了吗？伺候好白河小姐，她是乔家兴衰的关键。玉柔，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妈妈带你去看看你的卧室好不好？我精心准备了好久呢。妈妈是这个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，我都听妈妈的。好孩子，真是妈的好孩子。走，我也该休息了。玉柔，这就是你的卧室，妈妈精心准备了好久，你看喜欢吗？要是不喜欢，妈妈马上安排人给你换。好大好漂亮的房间啊，谢谢。这个房间居然比我的更大更豪华。让开。
一个瞎子给他破烂也看不出来，竟然给他这么好的东西。别管他了，妈妈给你准备了惊喜。真漂亮啊！明天就是认亲宴了，全城的豪门贵族都会来看你，到时候你打扮得美美的，让他们看看我乔家千金的风范。到时候我会让他们看清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乔家千金。白河，你一个假千金，凭什么比我过得好？等你被赶出乔家，我的好日子才算真正的开始。哇，真豪华！玉柔，你以后要是过上好日子了，可别忘了有这个铁杆闺蜜。哎呀，有什么豪华的？养女白河，她的房间比我的更大。那个白河真不是你爸在外养的私生女？我哥说了，我爸不是那种在外面乱搞的人。那她不会是你爸给你哥找的童养媳吧？要是白河真成了你嫂子，你以后的日子怕是很难过了。那可不行，她要是真成了我嫂子，那我以后不得看她的脸色过活？你不是说她整日戴着个眼纱是个瞎子吗？这我听说瞎子的眼珠子都是萎缩的，吓人的很。她整日戴着眼纱，必然是怕你哥看到她那副丑陋的眼睛犯恶心。只要你把她那双眼睛拍下来，你哥肯定就嫌弃她了。到时候你想赶她走，还不容易吗？还不够。他今天让我出了这么大的丑，明天的认亲宴上，我也要让他出丑。这可是药效最猛的巴豆粉，等你喝下这些药，肯定在认亲宴上一泻千里，让所有人看见你的丑态。到时候我看哥哥还会不会喜欢你。有事。白河妹妹，我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冲撞了你，特来奉茶认错。放哪儿？劳你把她那双眼睛拍下来。看来是真喜欢，不如我现在把她的眼纱摘下来，让哥哥看看你的怪眼睛有多吓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不是要奉茶吗？怎么大喊大叫起来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不小心脚滑了一下，这就给妹妹奉茶。来。你不喝吗？喝呀，我这就喝。早就猜到你会防着我，我这杯里可没有泻药。着力。妹妹，该你了。可恶，没拍到他的怪眼睛没关系，他喝了茶，一会儿肯定要难受起来。等你在认亲宴上拉了裤子，我看乔家会不会把你赶出去。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
奇怪，怎么没有反应啊？哎呦，我的肚子！快开门！谁在里边？你快出来！快开门呐！我不行了！什么味儿啊？哎呦！白河，你这个贱人！爹，您都走了3天了，却迟迟不肯瞑目，这棺材盖像压了千斤巨石，每次要开棺时，这棺木都会自行倾倒。爹，您还有什么遗愿未了啊？大哥，我在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封信。乌阳受味绝，被困于阴阳之间，唯有乔家白河可救我。接着说，他还没死。可是爹已经咽气3天了呀。叶性格稳准，一生断过无数大事，从未出错。这乔家白河小姐，一定能让爹起死回生。对你，快去乔家，请白河小姐来救爹。哇，这么多豪车和礼物，这就是豪门千金的人生吧？夫人，刚得到消息，中州首富孙家的人今日要登门，说是有万分要紧的大事。孙家可是坐拥半壁江山的豪门，平日连州长都要敬他们3分，他们怎么会突然登门？妈，今日可是我的认亲宴，他们不会是想趁此机会上门提亲吧？不愧是我乔家的好女儿，一回来就给我乔家带来这么大的好福气啊！我这就去重新布置宴会，去让厨房重新备菜。是。雨柔，你可不能大意了，你哥哥被这瞎子迷住也就算了，要是连孙家的亲事都被他搅黄了，可就糟了。放心，走。哥哥，昨日是我对白河妹妹多有误会，今日我想和她单独亲近亲近。这桂花羹喝腻了，去煮些山楂露来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人走了，你不闭眼了。白河妹妹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宴会马上就开始了，我扶你进去吧。装什么贵族？等会儿让你在全省名流面前出丑，我看你还装不装。来。摔吧，摔个狗吃屎！谁让你欺负我？玉柔，地滑，下次看好路。白河，你识相点就给我自己离开乔家，你不过是爸妈思念我的代替品罢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留在乔家？时间未到，
到了，我自然会走。你识相最好，告诉你，今天中州孙家会带着厚礼向月柔提亲，而你这个假货永远没有这个待遇。他有何脸面能让孙家上门提亲？那我从小既聪明又漂亮，而且孙家是看中了我打理生意的能力，所以想提前交好。你长得丑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你才丑！你个瞎子也敢骂玉柔？今天我非要把你的眼纱摘下来，让所有人看看你的丑样子。他的玉镯是怎么回事？白小姐，山楂露煮好了。玉柔啊，你和白小姐聊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以后啊，你要多亲近她，她可是咱们乔家的贵人。啊！各位，感谢诸位来参加我乔家的认亲宴。20年了，我终于找回我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乔玉柔。玉柔，上来跟大家见见面。我乔玉柔是乔家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，大家以后可千万不要认错了。至于之前那位在乔家的，是乔家养女，不是什么真正的乔家千金。乔小姐真幽默啊，你和她一点都不像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认错？白河也算是半个乔家的女儿了，同为乔家儿女。我呢，比白河大半岁。白河，你上来叫我一声姐姐。从今以后，我这个当姐姐的，绝对不会亏待你半分。让我叫你姐姐，你承受不住，你承受不住。妈，咱们乔家可是大户人家，最注重礼节。若让孙家知道咱们乔家如此不懂礼数，那取消了婚约，咱们可就损失大了。说的没有错，不能失了礼数。白河这么多年吃咱们家用咱们家的，我从未说过什么，也一直把她当自家孩子看待。白河，你叫玉柔一声姐姐是应该的。少爷，前面就是乔家了，快些走。今日务必把白小姐请回来救父亲。白河，快上来认你姐姐。妈，您不要再为难白小姐了，半临终前交代你。交代什么？我不过是让她喊玉柔一声姐姐，我怎么就是为难她了呢？乔家给她最好的吃穿用度，她就该听我这个乔家主母的。可爸也说了，她是咱们家的贵客，不是什么养女，养女只是对外的称呼。不是养女是什么？难道要我把她当做亲生的？不对，老乔从没解释过白河的来历，对她比对亲生的还好。伺候好白河小姐。乔正啊乔正，你对我冷心冷意的也就算了，竟然把外面的野孩子领进家里。妈，这么多豪门贵族看着呢，咱们家可不能丢了面子。没错，白河，既然你住在乔家，就应该按照乔家的规矩，这声姐姐你必须叫。他不配。好一个他不配，那我配吗？我现在就让你喊玉柔一声姐姐。你也不配。好好好，你这个狐妹子，真是把你惯坏了。既然你不认，那你也没有必要留在乔家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走。妈，要我走可以，只是我义子妖物出笼，最先吞噬的灭子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！
孙家到。现在提亲的孙家来了，之前给了你机会，你自己不珍惜，现在孙家到了，他们一定会替我好好教训你的。你们当中谁是白河？找我何事？孙家长子孙天，请白小姐随我回孙家。什么？你们孙家不是来定亲的？夫人误会了，我今日前来是为了请白小姐跟我回孙家。我就说嘛，孙家怎么会看上他？真是又蠢又自恋。我与乔家的约定尚未完成，不能去孙家，请回吧。白小姐，我父亲情况危急，求你救他一命吧。孙少爷，你快起来！白河是一个小丫头，你让她去，她还能不去吗？去，把那张真皮软垫的紫檀椅子搬过来，给孙少爷坐。这个白河怎么什么都跟我请？孙家看中的是我，不能让给他。孙老爷子不是3天前就去世了吗？白小姐，家父死不瞑目，身体在灵堂已经躺了3天了。他在遗书中说，只有您可以救他。礼金虽多，但想起死回生，终归是不可能的。不，有可能。我听父亲说过，有神女白氏掌管天地气运，听说她可以让人起死回生。胡说！神女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小姑娘呢？又怎么可能会在我乔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？听闻10年前，神女被某个家族请回去，这与乔家收养白河的时间一模一样。父亲生前天天在神女画像前上香，我记得敢问白河小姐，您的眼边可有一道祥云神纹？祥云神纹，那不是神女眼角才有的印记吗？是啊，传说这祥云神纹是神力凝聚而成，那可是神女独一无二的标识啊！真的假的？那不是神纹，是封印妖物时留下的印记。真会装啊！说的好像你真就是那神女一样。玉柔，闭嘴！孙少爷，白河从小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，根本没有见过孙老爷子，怎么可能会是孙老爷子点名请他呢？这遗嘱不会是伪造的吧？乔夫人，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谁说没有证据的？他们刚才不说了吗？神女的眼旁有祥云神纹，那我们把她的眼纱摘了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还是牵挂着你的家人的，宁愿自毁牌位、自捡福报，也要阻拦后人犯错。可惜啊，这些人未必记得你的好。我爹把你接回来，好吃好喝供着，让你顶替我的身份，过了10年的好日子。
你倒好，直接把我爹的牌位给毁了。是呀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玉柔，牌位是自己摔的，跟白小姐有什么关系？爹的牌位明明是在他的手里才裂开的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哪是什么神女？你分明就是祸害乔家的灾星。乔正为人正直，却出了你这么个祸害，看来我要替他教训你。好你个不要脸的野种，还想教训我女儿！今天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！妈，还在打呢，妈，脸都肿了，这是疯了！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和白鹤小姐有关，看来她的确有些本事。白小姐，是我母亲错了，请原谅她吧。掌罚一旦发动，需扇满99个巴掌，少一个都停不下来。再等等吧，一会儿就打完了。妈，不多不少，还真是99个巴掌。妈，您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你竟然使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对待我！你这种阴毒的法术，哪是正常人家会的？你妈当年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东西勾引老乔？妈，你要真是神女，怎么会用这种邪术害人呢？我让你滚！现在立刻就给我滚出乔家！妈，你就不要再针对白小姐了。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就是在蛊惑你。白小姐，若乔家容不下你，我孙家定能容得。只要白小姐肯赏脸前去，我必以最隆重的礼节相迎，定比他们乔家好上1000倍、10000倍。能被孙家看中，他以后一定飞黄腾达了。他被赶走可以，但绝不能被孙家接走。孙天这种好姻缘，轮得到他？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与乔家的约定就到期了。子时一到，你备6辆豪车，100名随从，我便随你离开。好，我这就安排，快去准备。乔正，望你自折20年寿命保下的家业，你乔家的后人能守得住。孙少爷，白河他有没有那个本事还不知道呢。万一他又像在我们家那样赖在你们家10年不走，那怎么办呀？不如让我……我警告你，与白小姐作对，就是与我孙家作对。白河，你冒充神女勾引我哥哥，现在孙少爷也被你勾引走了。今天我就撕下你的眼纱，让你原形毕露。要撕他眼纱呀！这眼纱是乔正3拜9叩，折了20年阳寿求来，一旦揭下，妖物现身，乔家气运散尽，大祸将至，而你会被妖物一寸一寸的侵蚀，沦为他的容器。你可想好了？哼，你骗不了我！
白小姐，真的是神女啊！她的眼睛比星星和宝石还要明亮，被白小姐看上一眼，仿佛身心都被净化了一般。只可惜她没有祥云神纹，不是神女啊。真的不知道，但你看他脸是干的，他应该不是。是他确实没有。你果然不是神女。说，你为什么要冒充神女？有什么企图？我是不是神女，不由你们说了算。你还敢装模作样！奇怪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厉害啊！父亲说过，要是亏待了白小姐，整个乔家都会变成覆灭。玉柔，赶紧给白小姐道歉！凭什么？我才不给一个灾星道歉呢！现在道歉已经晚了，妖物封印已然破除，乔家的气运开始衰落，人命亦会凋亡。你还在装模作样！天哪，着火了！天，着火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哇塞，手这么大！我真的要听我说的你这火这么要命！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妈，刚刚断的是乔家的香火，这跟白小姐预言的一模一样。乔玉柔，你不听劝，非要接了白小姐的眼纱，现在你满意了？妈，说什么呢？这跟玉柔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她不是会什么邪术吗？说不定这场火就是她放的。玉柔，白小姐，刚刚是家母和玉柔不懂事，我给您道个歉，只求您能再给乔家一次机会。眼下乔家大势已去，我封印了10年的妖物即将破龙反噬，乔家完了，乔家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好吃好喝的养了你10年，现在我乔家断了香火，你竟然敢在这里诅咒我们！妈，你流鼻血，身边不只有你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来了。谁来了？你怎么还在胡说八道啊？玉柔，你的肚子！你们看他，这乔玉柔的肚子，怎么像怀孕了一样？是我眼花了吗？不是眼花，我也看到了，乔玉柔就是遭了报应，被妖物附体了。被妖物附体了！哎呀天哪！玉柔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这是妖物反噬，会从乔家气运最薄弱的人开始。这妖物被我压制了10年的妖性，
这一次一定会来势凶猛，不出3日，乔家所有人便会气绝身亡。父，这怎么可能？玉柔，你说吧，真是自作自受，是真的呀！太惨了，遭报应了。白小姐，求您救救玉柔吧。乔正为你们求来的保命符，就是这眼纱，它已经被你们亲手摘掉。现在一切都晚了。这是气运要尽，快去找大夫！是。玉柔，玉柔，先昏过去。以后家上倒大霉了。白小姐，子时已到，我已按照您的吩咐备了豪车和侍从100名，现恭请白小姐前往孙家。请。我可以随你回孙家，不过我要约法3章。不问我缘由，不进我3尺，不阻我离去。你可否做到？白小姐请放心，到了孙家，一切以您为主。乔正几10年积的功德，如今已被消耗殆尽。等乔玉柔腹中妖物吸收乔家气运后，乔家便会彻底倒塌。此事过后，我便不再回来，乔家的衰落也应顺应天时。白小姐，请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大小姐这脉象异常汹涌，像是怀了一头猛兽。什么？又被白小姐说中了。乔家的妖物果然冲破了封印，我们乔家要朝不保夕了。别胡说了，医生，你是不是诊断错了？你再看看。老夫行医20余年，从没误诊，这凶兽的力量会愈加强横，最多3天就会冲破他的肚子，届时他的性命恐怕难保。现在只有白小姐才能救你，救乔家。妈，咱们现在得赶紧去孙家求她原谅。让我向白河求情，我乔玉柔绝不会为一个假千金放下身段。好你个庸医，瞎扯什么妖物？你肯定是白河那个贱人派过来，想让我给他低头道歉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妈，我被你扔在外面10几年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落下了病根，老毛病一犯，肚子胀得跟个球一样。是妈不好，妈对不起你。你个庸医，赶紧滚出我乔家！妈，好，好，好，敢说我是庸医，3日后你必暴体而亡！哼！大夫，妈，你们先是逼走白小姐，现在又气跑了大夫，整个乔家迟早得被你们拆散了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乔家有的是钱给玉柔治病，只要赶走了白河，我乔家立刻就会转运。夫人，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老宅的祠堂塌了！什么？祠堂好好的，怎么会塌了呢？下人们正在打扫祠堂，突然间供奉的牌位全都裂开了，他们觉得不对劲，就想跑出去喊人，结果刚跑出去，
祠堂就塌了，而且现在下人们陆陆续续的都开始晕倒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醒醒！你怎么样了？啊，你醒醒！这是妖物反噬，会从乔家气运最薄弱的人开始。这妖物被我压制了10年的妖性，这一次一定会来势汹涌。不出3日，乔家所有人便会气绝身亡。我的肚子好痛啊！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我的肉。玉柔，玉柔，玉柔，完了，乔家完了。白小姐，这是我们孙家最豪华、风水最好的院子，以后就归您居住了。可，白小姐，我父亲还停在灵堂，您看……时机未到，待我休养2日，才能救你爹。好，请问白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们每日采集卯时的露水，装满这茶壶，再去寻3、4雷击的枣木树心，用来点香。另外，你再找一块百年墨定，给我写字用。这些看似普通，可都异常难寻啊。好，一切就按照您的要求来办。你们2个好生伺候白小姐，不得松懈。是。明明爹说把白河请回来便可救他，可这都2天过去了，他怎么还不出手啊？白小姐，您都来孙家这么久了，该给我父亲医治了吧？时机未到，还需静待一会。这……你就是孙天的妹妹对吧？我是你哥的朋友，我有办法帮你爹起死回生。我叫乔玉柔啊，是乔家刚找回来的真千金。你哥前2日还特意去乔府拜访过我呢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刚刚说能救我爹，是真的假的？当然。老夫武太行，乃终南山的一名修士。您就是武先生，那位被江南5大族奉为座上宾的大师。虚名而已。若不是乔小姐请我出山，我根本不会来你们孙家。太感谢你了，乔小姐，没想到你居然能请得武先生。大师，求您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，大师！
看在你父亲乔正与我有恩的份上，我用法器暂时将你体内的妖物压制，日后你需积德行善，方能摆脱被妖物吞噬的命运。你若敢作恶，妖物定会吞了你，你乔家满门一个都别想活。大师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请大师助我积德行善，救活孙老爷子。眼下只有抢在白河前边，帮助孙老爷子死而复生，我才能紧紧抱住孙家的大腿。快随我进来吧，大师。哇，不愧是顶级豪宅，连给客人准备的院子都这么气派啊！这是白小姐的住处，我给你们安排了别的地方。真是便宜那个贱人了，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，我在乔家这么久都没这种待遇。孙小姐，这也是给白河的。我哥哥吩咐了，要好生伺候白小姐，一切都是贵客的最高标准。你们先进去吧。白河呀，哦，他在乔家的时候也是这般好吃懒做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要我看呢，他就是赖上你们了。难道这次真的是父亲搞错了？白河，看我怎么治好孙老爷子，再将你赶出孙家。孙小姐，我们赶紧让武大师进去给孙老爷子救治吧。好。武大师，这就是家父，还请您赶紧医治。老爷子身上缠绕着一股死气，却又吊着一口活气，就会让他困在阴阳之间，无法轮回。这事儿早该解决的呀，怎么会拖到现在？我父亲让我去请白小姐，说她可以医治。可白小姐来府上2天了，一直说时机未到，我们也不敢催她。孙小姐，她骗你呢！她在我们乔家白吃白喝了10年，一点本事没有。现在是看乔家没落了，所以才赖在你们孙家。这哪里是时机未到？我看就是没有办法医治。什么？这世上能人很多，但骗子也不少。想必那白鹤定是用了小伎俩蒙骗了老爷子，所以老爷子才会心甘情愿的去请他。还请武大师出手救我父亲。好，且看老夫施上一针。白小姐，您刚刚说咱们上辈子认识？上一世你奉我为主人，这一世亦当如此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听到要给白小姐当奴仆，怎么还有点窃喜呢？妖风骤起，恐有妖物即将出世。等等我！他怎么了？他本该堕入轮回，但在咽气的时候让妖物占据了身体，才会变成这样。妖物？
老爹还有救吗？这会不会太折磨他了？要不停下吧。孙小姐，若是不及时去除妖物，老爷子将人不人，妖不妖，届时他将会更加痛苦。是啊，孙小姐，你也不想看到孙老爷一世英名被妖物所毁吧？这老头病得痛苦，关我屁事！只要我能解决这件事儿，就能得到孙家的报恩，到时候除掉白河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好，还请武大师让我父亲安息。住手！哎呦，哪来的小娃娃？现在正是危急时刻，赶紧出去，别耽误老夫施针。再扎一针，此妖物将会彻底占据孙长明的身体。你来孙家这么久，都没能看出来孙老爷的怪症，武大师一来就有了应对之策，你现在敢来阻止，不就是自己没本事，还不想让别人解决吗？我相信白小姐。好吧，既如此，老夫倒要看看这小娃娃究竟有何本事。这妖名叫风谷子。风谷子啊！这种小妖灵力低微，只遵循本性，夺舍林中之人的肉体，并借机轮回转世。那就是说，他进入我爹的身体，我爹就不能轮回，只能沦为游荡在世间的孤魂野鬼了。孙小姐，你别信他，他一定是在哄骗你们，想以此邀功。我想到了，我爹生前曾去百丈林寻找草药，不时一名村民曾说，这百丈林内有一种附身之药，想来就是这风谷子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一定是蒙的。这小姑娘看着年纪不大呀，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秘密？老爷子身上有黑气浮现，从手腕、胸口、脖子蔓延，马上就要到印堂了。这便是风谷子占据肉身的特点。此时，他与孙长明的血脉急速融合，等黑气覆盖全身的时候，他便彻底掌控了这具躯体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吴大师，赶紧给孙老爷施针，阻止黑气蔓延啊！不可。施针会加速血脉融合，从而让妖物更加轻易地夺取他的身体。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们救助孙老爷，不就是想独自揽功吗？孙小姐，像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你还愿意相信他吗？我孙家愿意无条件相信白小姐的本事。哥，如果白小姐真有能力，为何迟迟不肯出手？一是因为时机未到，二是因为这种小妖不足为惧。别管他，武大师，请您速速出手。这一针扎下去，孙长明必将魂飞魄散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模作样的？谁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什么妖啊？叫什么风谷子、水谷子的？老爷子身上的妖就是风谷子。老爷子的情况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，可是你小小年纪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隐秘的？
你不必问我是如何知晓的，只需听我的，停止失真。哼，小娃娃，你怕还不知道吧？老夫的爷爷曾是神女的仆从，曾跟随神女纵横四海，镇压妖物，而这套针法就是老夫的爷爷从神女那儿传承下来的。你一知半解，并没有融会贯通，贸然失真，反而适得其反。老夫不管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么多秘密，对付风谷子这样的小妖，老夫的针法绰绰有余。倘若你不想帮忙的话，离远点儿，休要耽误老夫施针。武大师，您真有办法能解决我爹的事？孙小姐，武大师好歹是江南五大族的座上宾，您当然可以相信他。反而是像白河这种混吃混喝的，才不值得信任呢。老夫刚才只是观察老爷子的情况，眼下已有10成的把握，自然可以。那请武大师出手相助。妹妹，还是等白小姐。哥，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白小姐迟迟不肯出手，我只能相信武大师了。爷爷，你看，哇，爷爷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当然，这是神女教爷爷的绝招啊！这小娃娃的招式怎么和爷爷的一模一样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贱人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之前在乔家放肆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还敢来孙家耍手段？住口！白小姐是我孙家的贵客，她大度能容忍你，我孙天绝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你就是个瞎子！我之前不就是骂了白河2句，我乔家就接连倒霉，现在这三番五次的阻止武大师除妖，不就是想帮助那妖物占据孙老爷的身体吗？什么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他既然知道那么多秘密，还颇有手段，那他为什么迟迟不肯救助孙老爷？要我看呢，你就是那妖物的帮凶！白小姐，您说的时机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再不动手，我爹就撑不住了。风谷子夺舍，只有在彻底现出原形，完全放松的那一刻，才是时机。现在，他来了。不好，孙老爷子的身体被他完全掌控了。风谷子妖力大涨，这下老夫也无力回天了。除非传说中的神女出手，否则今日我们都要死在这里。你不是大师吗？怎么一点本事都没有啊？还有你爹是个妖怪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害得我白白送死！白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白小姐，你不能过去啊！
白小姐，她必死无疑了。死得正好，我也算有个垫背的。时机已到，散。这是神女的金光咒，难道你真的是？哥，爸有呼吸了。敢问白小姐，刚才你使用的可是大名鼎鼎的金光咒？不过是我随手用的术法而已，没有名字。或许是老夫看走眼了。太好了，爹没事了。我扶您起来。孙长明，孙长明，你是如何得知我在乔家的？白河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孙老爷子都70岁了，还身份尊贵，你竟敢直呼他的名字？你以为你谁啊？老朽宋长明拜见神女。爸，她真的是神女。你们两个赶快跪过来，跟我一起拜见神女。拜见神女。什么？当年我和乔真一起寻找您，只是他先一步把您请走了，后来他托人送来了您的画像，我便把它供在孙家，日日焚香，从不敢怠慢。快，去把隔壁供奉的神女画像拿来，给白河小姐过目。是。如此，你我也算有缘。唉，这便是我孙家供奉10年的画像，还请神女过目。你们孙家的眼瞎是祖传的吧？你再好好看看，她是这画像上的神女吗？很像啊，白小姐的气质和这画里的神女一模一样，清冷出尘。与画像上的神女确实极为相似，就是眼角少了一斗，祥云神纹。哎，哈哈，真是鬼门关那走一遭啊！这眼睛也不好使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对不起，老朽认错人了。无碍，凡人落笔，总归有不像之处。爸，刚刚就是这位白小姐将您救回来的。啊，老夫多谢白姑娘救命之恩。孙长明，日后不必纠结神女之事，只要你多行善事，我自会护你孙家无恙。你装什么世外高人啊？你不就是想攀附孙家吗？要我说啊，这孙老爷子的命是武大师救回来的。不知武大师光临孙家，老夫怠慢了。对，要谢就谢武大师，他可是我请来的。乔小姐，你不必抬举我。
左老爷子，刚才是这位姑娘出手相助，老夫惭愧呀，一点忙都没帮上。武太好，是我请你来的，你不向着我吗？乔玉柔，你可要点脸吧！我爹体内的妖物明明就是白小姐降服的。孙天，不必与之过多纠缠。你们好了，吴大师肯定是尽力帮忙了，而白小姐更是老夫的救命恩人。这样吧，我邀请2位贵客留下来，一起参加明日的孙家祈福仪式。爸，祈福仪式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这是江南省各大世家联合举办的仪式，目的是向神女祈福，求得未来的风调雨顺、万民平安。你那时还小，自然是不清楚。老夫倒是略有耳闻，莫非今年的祈福仪式轮到你们孙家了？明日各大世家的家主都会来到我孙家，在祈福仪式上，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神女下降的神迹。仪式并不能招来神迹，不如将精力都放在积德行善上，神女自会庇佑你们。白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们孙家每年都向贫困人家发放救济金和物资啊。这是老夫感念神女，所以才设下祈福仪式。你们2个先去准备明天的仪式，千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。是。让老夫邀请2位贵客，今日就住下来，明日一起参加孙家的祈福仪式，可好？好，全当是见过几个老朋友了。善，我10年人生的冒牌货，什么都要和我争，凭什么我想要的他样样都能得到？我才是最高贵的人，我才是人生的主角。你靠冒充神女得到的孙家支持，我也可以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老孙从哪得来这么一幅神女的画像，真是惟妙惟肖啊！这画像算什么？听说老孙得了一种怪病，都是请神女出手给治好的。他这么说，咱们3个有机会一睹神女的容颜，还能将神女请回家里供奉起来啊！哎呀，最近呀，我们林家生意不太好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2个这次供奉神女的名额让给我吧。得了吧，老林，你不就是亏了点钱吗？这我小孙子病拖不得了。你有病你去看医生啊！要不这样，我替你请几个神医，你不要挤占我供奉神女的名额。是，别吵了，这神女啊，现在还在孙家呢，这事儿得老孙点头才行。听到没？不要占名额。我小孙子，你老孙又没来，你急什么呀？你看你，你看看你这样，你也是啊！你又各位家主啊，各位家主，这祈福仪式的布置可还满意啊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老孙，咱们可是生意上的同盟啊！兄弟，我现在有难了，你帮不帮？你们林家那是手眼通天呢，商镇2道都给你面子，你有什么难啊？那你别管。这样，咱们2家所有的合同在原有的基础上，我再让你3分利。林伯，3分利，至少也得有1000万了。1年10份合同，也就是1个亿，全都要给我家啊！1个亿而已，算什么钱呀？老孙，往上数3代，咱们2家可是姻亲啊！咱们关系是最紧的。这次你肯帮我的话，那金海市那条新建的商业街我就送你了。张叔，那可是魔都啊，
随便一条商业街，至少也能卖好几个亿啊！哎呀，老孙，钱算什么呀？只要你们孙家帮我，赵家的人脉任你们使用啊！赵家背景雄厚，倘若能跟赵家搭上线，多半是以后方便办事儿。你们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呀？恭请神女回林家，回张家，赵家，林家，张家，张家，赵家，张家，你们呐都搞错了啊！什么？哎呀，老孙，你专门为这个神女办的这个祈福仪式，你不把神女请到现场来观摩呀？啊，对呀，老孙，我都听说了，这神女不是被你请回家为您治病了啊？我们啊没有请到。老孙，这就是神女啊！这我怎么都不敢直视她眼睛啊！老孙，这画像是10年前画的，这10年过去了，她非但没有变了，怎么显得更年轻了？哎呀，我们孙家没有请来神女，我这毛病啊，都是这位白小姐出手治好的。你不是说你这个病神女不出手，谁也治不好吗？当然还有武大师的帮忙啦。哦，武大师，哎呀，我们是真没想到你也来参加这个祈福仪式，这真是我等的荣幸啊！是，可惜呀，没能请来真正的神女，只能对着画像祈福了。只要积福德，行善事，冥冥中自有天意相助。神女来与不来，都无所谓。谁说神女来不了了？让开这个位置，我要走。在我面前，你也配坐着？乔玉柔，是我白天给你的好脸太多了吗？祈福仪式都敢过来捣乱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大胆！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就是乔家失散多年的女儿呀？哼！你爹在这儿的时候，也不敢这么用这个态度跟我们说话。我看啊，这乔正一走，这乔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乔家存不存在，还轮不到你们来决定。孙天，给我赶紧把他赶走，吩咐下人以后再也不许他们乔家人进我孙家的门。是。赶走我！你们就别想见到神女。什么？乔小姐，这神女的踪迹向来是无影无踪，你果然有办法让我们见到神女？你们别信她，先前她还想在我们孙家行骗。无妨，让她继续。今天我正好想听听笑话。不错，真假我自会分辨。说吧，你如何带我们去见神女啊？我不需要带你们去见她，因为我就是神女。什么？我这神女，你当然，像我这种神女的身份，可不是你这样的冒牌货可以替代的。乔小姐，你说你是神女，
你有什么证据？不用再问了，他分明就是在冒充神女，还不赶快把他赶走？是。等等，不管真假，先让他把话说完。我林家很需要关于神女的消息。我张家也想看看结果。是，乔小姐，如果你真是神女的话，我林家必定将你永世供奉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但倘若你若敢欺骗老夫的话，老夫必会让你灰飞烟灭。我离开孙家之后，突然觉醒了一段不属于我的记忆，随后我的眼旁便出现了这祥云神纹。居然真的有神纹，这可是神女独有的象征。哎呦，这大小形状一模一样，居然有神女独有的祥云神纹呐！所以，你是一觉醒来就成神女了？当然，神女的降世本来就是这么神奇。我记得白小姐也有一样的祥云神纹，难道神女有2个？早在乔家时，我就说过。神女的眼旁并不是神纹。白小姐，你也知道神女的事儿？我记得白小姐说过，那祥云神纹是封印妖物之后才会出现的痕迹，并不算神女的象征。奇怪，你又没有封印妖物，哪来的祥云神纹？她又不是神女，她说什么你都信啊？我不过说了一句话，你便如此跳脚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？我怎么就跳脚了？我不过是在澄清事实。身为神女，我自然是有东西可以证明。那可否请你展示一二？当然可以。这不是极品的南海珍珠吗？可能不会这么简单呢。你看，这上面闪耀的光芒，看一眼就觉得十分的光亮。哎呀，简直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啊！对，这宝珠的气息怎么如此熟悉？对了，和白小姐镇压妖物时的气息一模一样。如果这宝珠属于神女，白小姐岂不是神女？跟她有什么关系？这枚玉珠蕴含了我不少的神力，足以庇佑你们一辈子。乔小姐，此珠能否让老夫一观？当然可以。此珠其质轻若鸿毛，其泽耀如星辰，而其力犹如山川河流。一块我沐浴时掉落的皮屑也能被当成宝贝。这真的是神女留下的宝珠，老夫家中还留存一颗，这应该是一对。敢问乔小姐，这宝珠你是从何处得来？大师，求您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吧，大师！看在你父乔正与我有恩的面上，我用法器暂时将你体内的妖物压制，日后你需积德行善，方能改变被妖物吞噬的命运。
刚刚他治疗我的时候，这颗玉珠跟着闪烁圣光，应该也是宝物吧？老夫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神女的又一件宝物，也算是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乔小姐果然是神女啊！好手宋长明，亲神女恕罪呀！之前是我孙家待客不周，日后我一定好好的补偿您。拿来。白河，你竟敢损坏本神女的宝物！一枚灵力低下的珠子，竟被你奉为宝物，这样的见识，也敢自称神女？爹，她就是假冒的神女。昨日她还在我们孙家行骗，您都忘了吗？孽子，不赶紧把嘴闭上，赶紧给神女赔礼道歉啊！孙天就算了，我要他给我道歉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让白小姐给你道歉？你，我的道歉，你确定能承受得了吗？哎呀，乔小姐啊，不，神女，白小姐呀，是孙家主的救命恩人，还请您不要再计较了。要不这样，请您移步到我林家，我必定以最高的礼仪款待你。啊，神女，这林家就是几座破房子，哪有我张家富贵啊？你到张家，你想要什么给什么。哎，还有我们赵家，请神女啊考虑考虑啊。一群蠢货！又是这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嘴脸，白河，你凭什么那么高高在上？我什么都不要，今日我就要他给我跪下认错。白小姐是我们孙家的贵宾，您就别做梦。好啊，你们都选择跟白河站一块是吧？这个白小姐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哎，神女啊，请高抬贵手，就别跟她计较了。要不咱们还是先进行祈福仪式吧，这可是我们江南各大世家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保证你满意。哎呀，这传说中的神女原来是清心寡欲，仙气十足，怎么这么爱发火呀？祈福？我可是神女，你们敢忤逆我的意思，我不仅不会降下福祉，还会让你们祸事不断。什么这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哼，不信是吧？行啊，我现在就回了祈福仪式。乔小姐，做人不要太过分了。这祈福仪式关系到江南省的每一个人，你为了一己私利就要毁了它，属实不该。武太行，你爷爷曾是我的奴仆，按理你应该奉我为主，听我号令。我怎么不知狗蛋儿竟成了你的奴仆？这是我爷爷的主人，除了我没人清楚，白小姐怎么会知道？难道她才是？敢问白小姐怎么会知道我爷爷的乳名？狗蛋自小便跟在我身边伺候，我自然知道。武大师的爷爷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怎么会在白小姐身边伺候呢？而且这白小姐看起来才刚刚成年呢，要是武大师的爷爷打小伺候的话，
那这白小姐不就100多岁？这对不上啊！难道您就是？够了！总之，今日白河要是不给我跪下认错，我就毁了这个祈福仪式。到时候，你们可全都是罪人！你们可全都是罪人！我就凭你有这个本事？我可是神女，我还有神女留下的宝珠。知道怕就好。现在我要你们奉我为主，然后再让白河这个贱人给我跪下认错。神女的神力从不滥用，更不会伤及无辜。白河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装模作样的嘴脸。今日我就先毁了你！我孙家不保了！惹怒了神女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！白河，你下地狱去吧！我没看错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白小姐已经把神女的神通给毁了。应该没看错，我也看到了。难道这白小姐比神女还厉害呀？碎灵指，这是传说中神女才会使的碎灵指。白小姐她果然就是神女。徒孙武太行拜见神女。这所谓的灵通，不过是我身上掉落的细屑，被灵气凝成的一颗珠子。这种残渣都被你们奉为宝物，可笑至极。这吴大师，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孙老爷子，我现在可以肯定，白河白姑娘她就是真正的神女，而那个乔玉柔啊，她就是个冒牌货。什么？我等拜见神女。爹，我早就是白小姐的奴仆了。论身份，我啊比您高。这臭小子你，哎呀，神女在上，请见谅。无妨。我怎么感觉有股力量在拖着我呀？是啊，我也感觉到了。难道这是神女的神力呀？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是真的神女，她就是个冒牌货，就连乔家千金的身份都是顶替的我的。乔玉柔，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服，她就是个冒牌货，我到底差在哪啊？你们这群瞎了眼的，凭什么选他不选我？乔玉柔，你还记不记得老夫一开始跟你说的是什么？老夫说，如果你让我发现你神女的身份是假的，老夫必定会让你灰飞烟灭。恶事做尽，腹内的妖物即将破体而出，你性命不保。亏得乔振走得早啊，不然呢会被他这个蠢女儿活活给气死。敢在神女祈福仪式上冒充神女，乔玉柔，你等着，我会通知全国的林家分会对你进行拉黑驱逐，你下半辈子也别想过好。还有我张家，还有我赵家。哼！白小姐，不，神女大人，神女在上，我们孙家愿意奉您为主。我家这个混小子以后就日夜侍奉在您的身边，希望您用得顺手。用得顺手？爹，这话对吗？这臭小子能够守在
神女身边是你的福气。你说我怎么没把我那臭小子给带过来呢？这要是被神女看中了，做个端茶递水的奴仆也好啊。我现在就打电话，喊我那2个侄儿一起过来。哎，我说，啊，爷爷离开您之后啊，日思夜想，就想侍奉在您身边。哎呀，可惜他早已故去了。如今徒孙能够再见到您，也是替爷爷圆了他的梦。武太行，你资质上佳，但修行时较有杂念，日后还需静心才可。徒孙武太行，谢神女指点。这一切本来应该是我来享受的。白河，等我回到乔家，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！老爷子，站住！别追了，他的性命所剩无几。妈，你在哪？我回来了。眼下各大世家都在拉黑驱逐，要是再出事，那我以后的锦衣玉食谁来负责？玉柔，我们在这儿。哥，妈，玉柔回来了。太好了，玉柔回来了，我乔家就有希望了。玉柔啊，武大师呢？他说他来不了了。啊！玉柔，你有没有自报家门啊？我们是江南乔家，是对他有恩的乔家。我说了，但是他说他不认识什么乔家。什么？这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，去找他。妈，你现在身体不舒服，终南山又太远了，还是别去了吧。玉柔啊，这武大师真这么说的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一家人嘛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玉柔，既然武大师不认识乔家，那你肚子里的妖物是被如何制服的？如果他出手救了你，那他为什么不来救乔家？对呀，要不是吴大师出手，昨日你体内的妖物早就破体而出了呀。因为他可怜我呀，而且武大师本来就是修行之人，那降妖除魔不是他的本分吗？所以武大师才出手帮我压制住了体内的妖物。对，玉柔，我的乖女儿，都怪妈妈没能保护好你，让你受苦了。不好了，少爷，咱们乔氏集团突然被江南省各大街围攻，就在1分钟前破产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说乔小姐在孙家惹怒了武大师，还冲撞了神女，所以让咱们乔家在整个江南消失。玉柔，你去孙家干什么？还惹怒了武大师？我没惹他，是那个老东西不听我的话。不对，武大师不是孙家供奉的，是你带去的。乔玉柔，还不赶紧说实话！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啊，为了乔家，为了我们，为了乔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都是因为你们的无能，才导致了乔家的覆灭。我要是不去攀附孙家，我怎么保住爹留下来的产业？你们倒好，
在这里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。算了，都是妈的错，妈不该怀疑你。妈，你在他身上受到的教训还不够多吗？之前的认亲宴会上，当着江南那么多宾客的面，让你丢脸丢的还少吗？她毕竟是你的亲妹妹，从小在外流落，受了不少苦。她就算再有错，我这个妈给她兜着。可是她冲撞了神女，那是要遭报应的，妈。乔家的产业是爹好不容易才拼出来的，不能毁在咱们手上啊！乔玉柔，跟我去孙家找神女道歉求情。放开！我可是你的亲妹妹，是这个家里的真千金。白河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养女，凭什么让我去给她道歉？要去，你自己去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养女？难道神女就是白小姐？玉柔，白河不是老乔的私生女吗？她怎么可能会是神女？哪来的什么神女？不过是白河那个贱人假冒的。那些个世大家族都跟瞎了眼一样，我不过就是骂了白河几句，他们就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假冒神女？白小姐一定就是神女，怪不得父亲临终前千叮万嘱让我伺候好她，给我们乔家带来10年繁荣的人一定是白小姐。怪不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都怪我先前苛刻于她，这都是报应啊！你们老提那个贱人做什么？我才是乔家的真千金！乔玉柔，你疯了！你害了乔家还不够，难道还要害死我们吗？对啊，你说的对啊，只要杀了你们，那乔家的产业不都是我的了？我还至于看你们的脸色过活？叶城，你身后！晚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白小姐在此，岂容你行凶作恶？多谢白小姐出手相救，不过您不是说再也不管我们乔家了吗？我曾与乔正约法3章，倘若他的后人负我，我必离去；但若是能及时醒悟，我亦可出手，最后一次。白小姐，先前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磕头道歉，求你救救我吧，白小姐。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不相信你，不应该亏待你，求您救救乔家，以后我为你当牛做马。妈，并非我不救乔家，而是你们摘下眼纱时种下了因，继而要承担乔家负面的果，这件事我无法干预。妈，玉柔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我乔家是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。乔家死不死，关我屁事儿！反正我又不是乔家人。你说什么？玉柔，你刚才一定是在说胡话是吗？我可是你的母亲呢。她确实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的真实身份是当年拐走你女儿的那对人贩子的亲生孩子。
没错，真正的乔玉柔还在山里干活呢，是我顶替了他的身份。我不过挑唆了几句，你就全都信了。像你这样的智商啊，不如一头撞死得了。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妈，就算你不是乔家血门，我妈这几天对你嘘寒问暖，还捂不热你的心吗？嘘寒问暖啊！你们给白河用最好的院子，用最好的东西，他吃又多，哪一个不比我强？就这样，你们还好意思说对我好？白小姐是神女，是我爹千辛万苦求来供奉的，自然要给她最好的。我管你为什么，反正不给我用最好的，你们就都该死！既然你不听劝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乔玉柔，你竟然放弃了人性，选择与妖物共生，借用妖物的力量。白小姐，你先走。要是我当初也能这般坚韧的守护白小姐，那现在的一切就不会这样了。可惜啊！想走？你们走得了吗？白河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白河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破！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已经获得妖力了吗？怎么还是斗不过他？妖力终究是外力，你强行与妖物融合，已经触犯了禁忌。此后，你将神魂聚散。什么？好痛！我要找妈妈！我要找妈妈！白小姐，她这是……她的神智与妖物一同消散，所剩心智不过3岁孩童，往后余生便是她的一种惩罚。我是神女！我是神女！我是神女！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好痛啊！还不要吃我，好痛啊！把他带下去，关起来，别让他出来闹事。多谢神女，多谢神女，救命之恩。无妨，不过乔正托我向你们问话，日后想好要如何做了吗？我将多做善事，广积福德，争取保住父亲留下的基业。我苏晴罪孽深重，不配做乔家的主母，但求你能不能念在我还有一个未归的亲生女儿，可否指点呀，让我把她找回来呢？她尚在人世，等时机到了，你们自会相逢。可是我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把她找回来。你伤体未愈，暂且留在乔家休养。乔元周、孙天，
你们二人随我去寻找乔家真正的女儿。是。白小姐，等找到真正的乔玉柔后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乔家的妖力尽散，只是诸多妖祸中的一环。10年前的封印松动，散落在人间的妖材还未完全收束。你们二人且随我镇妖，将散落凡间的余孽尽数清除。